通知无人机编队，把所有导弹全部给我砸到冠军城。这个玩法不太合规吧？战场上哪有规矩？打！是。这个蓝军打疯了，真的要把冠军城全部炸掉。是啊，这个吴大洲啊，还真是有点魄力。蓝军无人机编队战损100%。真没想到啊，这个郭子健，居然还是一位将才。报告，已成功击败蓝军指挥车位置。那还等什么？打！是。怎么回事？报告部队，指挥车被红军无人机锁定，抓紧跳车。想抓俘虏，你倒是换把枪啊！我不喜欢抓俘虏。那怎么着？给你个机会，来一场。来，来吧。行了，不打了。我赢不了你，你也很难赢我。不是我说你们能不能有点素质啊？不讲武德。哎，你个保障队队长，整天笑嘻嘻的，下手挺狠等着啊！这个视频啊，要当做经典镜头保留下来。我还真想知道啊，他是怎么饶不了这个会演戏的郭子健。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，特战队完败，出人意料。今天这个报告，我可有的写了。才刚演习完就约战，这两小子精力也太旺盛了。年轻人嘛，
经理当然往生了。再说，哪个愿意服输啊？真不管？为什么要管啊？这搏击也是一种正常的交流方式啊。有道理。哎，你们这个集训队也算是卧虎藏龙了。那杨茂林就挺能打的，没想到你这指挥员也不赖。不过今天这场，咱们算平了啊。哎呀，行，怎么着也得给上级领导留个面子。行了，那胸口还疼着呢吧？我就担心你的肋骨会抗议到天黑。这趟来啊，我想了一下，如果我对李松伟多一点点谨慎，或者是杨茂林那小子偷袭我有一点预判，都不会是这个结果。自古以来，失败者最难逃脱的思维圈子，就是“如果”两个字。那不是一回事儿。怎么不是一回事？我这次过来是冲着你们的前三甲来的，但是谁也没想到他们那么不抗揍。你说你一个保障队的队长，前面还领着手底下队员给我们端茶送水呢，这一眨眼都成精兵强将了，你们给我搞这大反转，上了一课。这就成了你“如果”的理由了。那不然怎么着啊？你总得给我回去写检讨一个道理吧？我倒有个办法，可以帮你的检讨过关。你说说。你就说，第8集团军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郭子健的团队，前三甲只不过是个幌子，专门给你们喂迷魂汤的。你就别给自己贴金了，成吗？谁能相信呀？你甭管真假，你能过关就行了嘛。哎呀，你是真够狂的。不过也挺好，要是真像你说的这么干啊，可就把你们梁副军长给彻底卖了。对了，我还叫了个人来。谁呀？吴队长，你们这个特战队长眼力还真不错，都被你们的保障队长给蒙了。我看呐，跟睁眼瞎差不多。那是他陷入了先入为主的误区。这醒过神来，一下子把2个关键人物都找到了，看来他是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复盘呢。吴队长，你说有重要任务把我叫过来，该不会是也要跟我打一架吧？我这3脚猫的功夫，我可不行。梁参谋的价值可不在拳脚上。我想先问一下啊，像梁参谋这样的电子战专家是怎么被你骗过来的？他求我的。啊？没错，3顾茅庐，而且还是临时组队。行，那我也不跟你们兜圈子了。今天把2位请过来呢，其实我就是想从你们口中知道我失败的真正原因。
的作战单元，虽然看起来和我军的特种部队很像，但实际上在战场上的立体应变上，包括作战手段上，都有更宽广的辐射。吴队长不愧是新制作战力量的专家，一下子就抓到了关键点。听了你们的话，我这趟也算是没白来。顾队长，你怎么想？我在想你刚刚说的“整体大于局部之和”，那我们新制力量未来的方向到底在哪儿？未来的方向其实谁也说不准，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，一直在讨论这个。不过你们这集训之后，结果到底是个未知数。如果是散的话，那你们就是各回各家，等于是给各集团军撒了把辣椒面儿。但如果说你们聚的话，这说到要害处，你们不说了。这要害处得要害的人来办。行了，该说的也说完了。梁参谋，耽误你时间了，感谢你来这一趟。行，那你们聊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吴队长，还有什么指教？要害处要害人，看来吴大洲对这次对抗背后的目的和意义领悟得很到位啊！战区首长的老底儿都要被揭了。这个吴大洲，不管如何，两支队伍能够开诚布公地探讨发展模式问题，是好事儿。也可以让战区的首长们看一看新制作战力量在不同模式下的尝试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梁参谋可是个大杀器，你以后组队的话，千万不能少他。在组什么队啊？等集训结束，我就回去当我的教员，清闲又自在，不藏你行了。你就别跟我演了。打擂一结束，我叫了一个队的人出去，到处搜集你的消息。这么记仇啊？当兵的不记仇，那是冤大头。我郭子健白纸一张，可经不起老哥这么查。你还叫白纸一张啊？啊，郭队，我回去看了你的经历阅历之后，说实话，我挺震撼的。如果我们两个有缘分的话，那一定是战场上最亲密的生死搭档。和平是对军人最大的褒奖，我们都不希望有战争。既然做不了生死搭档，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，做对方的磨刀石。好，我肯定一次下手比一次狠。拭目以待。好戏散场了，邓副局长，咱们也该撤了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认识才2天，这两人倒成了莫逆之交。不打不相识，这叫英雄识英雄。你觉不觉得刚刚吴大洲好像话里有话？因为他找我们过来，就是简单的想找回颜面，来一次简单的复盘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我觉得这不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对话，他背后还站着其他人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这次过来找我们挑战，并不是一次普通的踢馆。对，也恐怕是上级对集团军新制作战力量发展的一次检验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我们应该算是通过检验了吧？恐怕没那么简单。不管怎么说，你都应该谢谢吴大洲。是，我是应该谢谢他。之前想要挑战擂主，但我也说过，这事儿恐怕没那么顺利。吴大洲倒是给我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恭喜你啊！这次打擂结束之后，看来马上就可以官复原职了。如果我官复原职，你愿意来当我的首席参谋吗？恐怕不行了。集训结束之后，我就要去北京的研究所报道了。我说吴大洲啊，你当了多少年兵了啊？你这是泄密，你知道吗？我什么都没说呀，领导。你是什么都没说，可是你话里话外都在给郭子健透口风啊！哎呀，我真没那个意思，你想多了。
回去写检查，好好总结这次的失败。是。邓副局长，其实我们这次吧，也没有完全的失败，最起码帮江司令挖出了一个郭子健，不是吗？你要去北京？我来这里本来就是借调，去北京是一早就定下来的事儿。北京挺好的，就是有点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个研究课题，其实更应该多在一线部队，多参与一些实战环节。比如这次集训，你要去北京，可能就没这样的机会了。但是去北京也有去北京的好处啊。去北京以后，我可以接触到最前沿的理论，还有军事科技成果。这话是这么说，可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是，实践是检验理论，但是理论还指导实践呢，这都是相辅相成的，没有谁高谁低。我去了北京以后，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你都可以问我。如果我解决不了，那还有老师，还有教授。毕竟北京的学术氛围还有资源会好一点。师长，说实话，还是在自己营区里边，心里边踏实。是啊，我这回来处理一点文件，也有同样的感觉。集训队的事儿，有消息了吗？邓副局长在他的报告里，虽然对组建新质合成力量提出异议，但是无疑也提升了郭子健和集训队的影响力和知名度。怎么样？心里酸酸的吧？师长，要说心里没想法，我没那胸怀。但是对于推出郭子健，我不后悔。其实他早就做出了应战的准备，就算我不点着这根雷管，他也会自己想方设法炸个响。照你这么一说，郭子健的胜利就大打折扣了。他先是在吴大洲面前装出一副老实巴交的保障队队长的样子，然后利用你再挑起他的气儿。吴大洲这个糊涂蛋呢，战前轻敌，有意气用事，不输才怪。甭管是战前轻敌还是意气用事，吴大洲这一仗输得不远。郭子健早就做好了应战的准备。其实本来这一仗他是留给我的。怎么说？郭子健早就盘算好了要挑战内楚，可是没想到吴大洲把我的角色给抢了。看来郭子健是对你很有信心的，他知道你肯定能拿下这个擂主。有的时候啊，了解自己的未必是战友，更多的是对手。这个郭子健呢，我还以为他真的是安心当这个保障队队长呢，没想到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能理解，自己的营长被免了职，又在集训队当了保障队长，如果不卧薪尝胆一番，真不是个爷们儿。看来这个跟头啊，给他栽明白了。他不声不响的把该做的事儿都给做了，就这一点，我自愧不如。你也不要过于自谦了。既然集团军设立这个擂台，就一定会给你这个擂主一个说法。更何况我现在还是集训队的副队长，该放炮的时候，我是不会客气的。明白。
杨参谋。啊，方便下来一趟吗？对，就在楼下。好。郭队长，怎么了？耽误点时间，聊两句。走。你有没有听说，集训队结业之后，集团军准备组建新制合成力量？哦，这个事儿啊，我听梁副军长说起过。你就没有什么想法吗？集训队应该就是为了新制合成力量再选拔人才。通过这一次的胜利，你入选的可能性很大哦。我不是说我是说你。我觉得新制合成力量非常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如果你去了北京，只能成为一名军事科研人员，可留在这里，我保证，你可以继续你的课题。所以，留下吧，你不会后悔的。你凭什么保证啊？郭子健，我们做个约定吧。什么约定？如果你能成为新制合成力量的领队人，那我就考虑留下来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老索啊，由于这个新课题的论证呢比较繁琐啊，所以这段日子啊，我在岗的时间也是时断时续的，辛苦了。哪里，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儿。其实啊，我这次执行任务啊，这也是有私心的，还专门向领导呢打了报告，由你来代理旅长的职务。感谢杨旅长的厚爱。其实，我还是感觉自己啊，能力不足，让大家失望了。你就别跟我客套了呀。这回来之后啊，我发现旅里的各项工作呀都大有起色。康政委对你的工作评价也很高。其实全靠他撑着。本来呢，我想回来之后啊，给你休几天假。没想到啊，这集团军呢又搞了新制作战力量骨干集训，又把你抽调去了，当了集训队的副队长。这叫什么？响鼓还需重锤箫。我没什么好说的，好好干呗。眼看着。哟，回来了哈！来，哎呀，怎么样？我们这准备一大桌饭菜，还满意吧？索旅长，早了点儿，命令还没下来呢。切，这不早晚的事儿。哎，以你的资历和能力啊，早就该是提升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咱这是关起门来说话，
别人听见，那首长知道了影响多不好。我知道，我这不替你高兴吗？总之，靴子没落地之前，话别说太满了。你这也太紧张了。哎，杨旅长，今天先正式找我谈话了。那这事定了呀！哎呀，说实话啊，这要搁在以前，当不当这个旅长我无所谓。现在不一样了。这新智力量集训队，那就是军改的实验田呐。我当了这个旅长，我就有权利来制定方案。我要让他们都看看，我所见安的这棵树上，能结出什么样的好果子。反正只要有我们家老所在啊，这棵树上的果子肯定是结的又大又圆，8、9不离10。何所，集训队马上就要结业了，你对这次的结业汇报有什么想法吗？结业汇报，江胜强啊，他是这次比赛的擂主，所以说这个结业报告让他来写，实至名归。那郭子健呢？郭子健，的确，郭子健打败了吴大洲，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他保装队队长的身份迷惑了对方，有取巧的成分。最重要的是，虽然他在集训队，但他负责保装工作，任何训练都没参加呢。你说让他写，我怕有非议啊。但是啊，郭子健带领集训队打败了吴大洲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啊。我记得招选榜上曾经说过，集训队全体指战员，无论任何职务，均可报名参加。那现在这个时候，把他排除在外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合情理啊？不是把他排除在外，你可能不了解，他是半路就把报名表给退了，所以就不在考察范围之内了。老总，咱们发布招贤榜的目的是为了选拔人才啊。既然现在江振强和郭子健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啊，让他们俩各自制定一套结业汇报的方案，择优选择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说写2套，一人一套，我看很好，就这样定了吧。哎呀，打不过！哎呀，你小子体力太好了。你说咱俩这年纪差距也不大，这身体状况差距咋就这么大呀？可不嘛，我这也纳闷儿，大家都是同龄人，这个心胸和心胸之间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？你这狗嘴里真是吐不出象牙啊！行啊，刘望远，多长时间没打球了？说吧，找我干啥？又有啥小道消息？什么小道消息？我问你，这新制骨干集训队马上就要结业了，你总躲在这个2营不回去，几个意思啊？是要把到手的荣誉拱手让人吗？啊？嗨，败军之将，有什么荣誉可言呢？所以说你这个人呐，你真是对不起索夫旅长的栽培。说啥？结业汇报的事儿，索夫旅长跟你说了吧？说了。你可不能不当回事儿啊！这次谁代表集训队做这个结业汇报，它直接关系到未来谁是新制合成力量的核心人物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光知道可不行啊！这样吧，一会儿我让人把我们作训科有参考价值的资料给你送点过去。你这几天好好下功夫，
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名额给拿下来，知道吗？你别不当回事儿，你更不要便宜了郭子健那小子。辽远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觉得郭子健把一英带的比你好，你心里有那么一点点嫉妒？我呸！我嫉妒他，他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赢了一回啊！你觉得他就能真正洗白啊？辽远，你呀真是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哎，你去来，你有本事你去抓一只吴大洲那样的死耗子给我看看。江山强，你是真大公无私啊啊！索副旅长都已经把你推上擂主了，半路杀出吴大洲，这好死不死还把郭子健给激活了。人家索副旅长格局大，谁赢了吴大洲，他都挺开心的。哎，但是你仔细想想，是这么回事吗？不管怎么说，他郭子健也是半路空降来的，你觉得就真正能代表咱们396旅啊？所以啊，如果新制作战力量，它真的能组成一支合成编制的话，那带队的人必须是你江胜强。你好好琢磨琢磨。仇人。进来。今天张教授来给集训队上课了，还参观了集训队的各项训练。听说是梁副军长请他来，是希望能够获得专家学者的支持，能够尽快推动组建新制合成力量这件事儿。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张教授他是我研究生导师哦，所以私下里跟我交流了一下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。他怎么说？我个人觉得，他好像对这件事情并不看好。他说我们对于集训力量的规划，除了在装备上有所不同，基本上和特战营的模式没有质的区别。更何况，现在空中突击力量的发展已经逐步成熟了，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节外生枝。这是什么逻辑啊？不行，我去跟他说。他已经走了。下午上级会就这个问题组织一次论证会，他受邀去参加。那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肯定会持反对意见。这个张教授，我们曾经请他到集训队也讲过课。有意见的也不止他一个，他只是个代表。我知道。说起来这事儿也是阴差阳错，本来你们的探索只是咱们战区陆军范围内的一个尝试，我还期望着这个小发面团哪天冷不丁给我变个大面包呢。可是你们打擂的事一闹腾，再加上特战队的搅和，这纸里的火哪还包得住？哎呀，现在想起来，打擂这个事儿是有点率性了，但是我们愿意接受各位专家还有上级机关的质疑，甚至是否定。近年来啊，陆军部队改革创新的思路不少，但放眼世界，好像都遇到了瓶颈，受限于地理环境、兵种组合，同时也受限于固有作战模式的影响。所以啊，各国陆军都渴求有所突破，而且是有效突破。我们的探索避不开这些沟沟坎坎的。实际上，上级机关正是看到了这种探索带来的变化和机遇，才更加重视。从长远看，是件好事。首长同志，长远的事儿交给时间吧。我就说眼前这个事儿怎么办？不能半途而废吧？
北华，你任职副军长是第4年了吧？何止4年，我都已经满4年了。瞧这个气势啊，这冲劲儿还是那么足。哎呀，你知道我4平8稳的事儿，我做不来。我找你来，一是商讨一下此事的进展，二是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你如果有顾虑，那我就换一个年轻一点的干部来负责。你什么意思啊，首长啊？你的意思是说我从今天开始就开始坐办公室，没事开会，做报告，然后静等上级的提升？这话怎么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呢？您的爱护我心领了。那好，那我干脆就老干的说，心智力量建设的事儿，咱们干，而且干到底。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你先别叫好啊！你眼前炉灶里的那个火团，是钢是铁，成色几何，我得亲眼去看看，不能轻易的放心啊。行啊，你哪天去，提前告诉我，我好给你准备准备。不用准备，也不能准备。你这个大领导还搞突然袭击？你可少废话，老规矩。2个人的方案你都看过了，你觉得哪个更合适啊？应该说各有千秋。的确很难选择呀。目前我们组建心智合成力量的想法有一些不同的意见。集团军的意思想通过这次汇报改变一些统治的看法，所以这次的结业汇报非常的关键。我们就是要通过这种全新的模式，让心智作战力量的合成架构更加清晰。在这一方面，我认为郭子健的方案更胜一筹。老宋啊，我知道你有顾虑，但这次要以大局为重啊。我同意。那咱们这次就让郭子健负责咱们的集训结业汇报。特种侦察分队行动开始。为使大家观看方便，我们已经将镜头切换到战士头上的微型摄像头和随拍画面。老梁啊，这不是指定的演习场所啊，这是我们集团军的特殊弹药库啊。是啊，我也刚看出来。为了不干扰郭子健他们的奇思妙想，我事先没让他们预报这次演习的科目，没想到这头一炮就轰到了集团军安保措施最严密的特种弹药库。二组注意，弹药库内2名游动哨。巡逻轨迹由东侧2楼楼梯至西侧地面，单次巡逻时间约5分钟，间隔2分钟。完成对第29号弹药库全部侦察行动，
弹药库内外所有设施、通道以及弹药储存情况，包括数据、图像，全部获取。任务完成得很好，准备归队。是。各位首长，希望大家能够遵守观摩规则。刚才我们已经截获，有人企图用手机信息向弹药库告密。各位首长，希望大家能够遵守观摩规则。刚才我们已经截获，有人企图用手机信息向弹药库告密。可以实话告诉大家，我们虽然没有屏蔽信号，但是对固定方向的信息传递采取了措施，所以大家不必再做无用功。这小子真有一套，早就跟你说了，别做无用功，你偏不信。信号怎么样？报告长子，目标清晰。目前电子对抗旅正在进行小型对抗演练，保持跟踪。是。行动。是。开始入侵目标系统。我们电抗分队发起行动的目标单位是集团军电子对抗旅，行动的目标点是他们正在组织的一次对抗演练，演习课题是切入他们演练的线上频段，然后以裁判的身份宣布成绩。报告，干扰分队已顺利完成对电子对抗旅2支演练分队的入侵。收到，准备归队。是。切入远程火力打击系统。远程火力系统与我们指挥系统的连接，基本上是由我们的集训学员完成的。我们已经向炮兵部队的首长做了汇报，只做演示过程。但是可以告诉大家，如果有需要，我们随时可以完成目标打击。郭子健，到，有个临时的任务，你马上执行。是。怎么样？有困难吗？困难肯定有，我们的特战分队不在指定区域，那就往指定区域赶一赶。我们也不能光看你安排好的科目啊。是，我马上发布命令，切换特战分队。是。特战分队到。任务有变，具体任务内容随后会以密电的方式传递于你。接收命令之后，立即展开行动。是。无人机分队到，全力配合特战分队，开始行动。是。也不知道是什么临时任务，今天首长们都在，这郭子健可别掉链子呀，别丢了咱们396旅的人。
江司令。没想到吧？哎，这么大个首长，居然自己亲自做人质啊！这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屡见不鲜。咱们的高级将领也具有同样的胆识。随着部队训练实战化程度的不断提高，进入训练一线的高级将领一定会越来越多。报告，2号机已经进入打击地域，保持平稳状态，等候命令。是。同志们辛苦了！大家是不是感觉我今天冒险了？哼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不算什么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我年轻的时候，军里的大比武，我也是拿过冠军的。哈哈哈哈。郭子健，到。刚才你的无人机表现不错。打掉了我前后2辆车，不过这是演示。如果是实战，以这样的速度，你们还能够打得下来吗？报告首长，这个科目就是为您预留的，您请坐。好。北华，你的主场你来。这样。无人机目标靶行进中实弹射击开始。是。练习这么多天，就为了现在，我看你们往哪儿跑！真是没想到啊，这江司令员这么大老远跑来，亲自给他郭子健站台。说什么呢？人家司令员不是在给郭子健站台，人家是在给心智战斗力站台。下一步，谁要是抓住了心智战斗力的牛耳朵，谁就能保持领先。可惜啊，这个人不是你，时也，命也。别瞎感慨了，要怪我自己。没有一开始在心智战斗力上下足功夫。你以为我是在为你感慨啊？要点脸行吗？什么意思？非要我把话说透啊？你觉得你对得起索夫旅长吗？是，我是辜负了他的信任。哎，我说的不是这个。你想想，如果现在在台上演示科目的人是你江胜强，那过几天，咱们旅的旅长，是不是基本上就锁定是索夫旅长了？啊？但是现在这个人换成了郭子健，那这变数可就大了。不是，杨旅长不是要调走了吗？那索夫旅长升任旅长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？你刚才不也说了吗？谁抓住了心智战斗力的牛耳朵，谁就能大步领先。那你想啊，如果是你抓住了，那一直培养你，这将来也会继续培养你的人是谁啊？嗯？我本来也以为这郭子健还有别的问题，会影响他控制集训队，但没想到这江司令员亲临现场来坐镇，这以后的戏还怎么唱啊？行了，时间到了，该回去开会了。同志们，说句大实话，我是真的感慨咱们国家的科技发展的如此之快，在运动中
就能通过无线传播收看到集训队的科目演示。我的手机号码一报出，很快就通过卫星锁定车辆，并将信号快速转向无人机和直升机。我的车队以这么快的速度行驶，无人机都能精确地打击前后车辆，并通过直升机以及我们的特战骨干把车辆逼停。这就是先进科技的作用。今天的惊喜还远不止如此，侦察分队光天化日之下就能完成弹药库的侦察，电抗分队居然就选择电子对抗旅的对抗演练现场下手。再有就是远火的配合，空中突击的精准，时间不长，但内容以及课题的设计程度，比我们组织一次大的演习还要丰富，还要精彩。所以我说，心智力量战斗力的合成应该抓，而且必须抓。当然，今天的演示利用的是我们很多单位的和平机密，如果放到战时，也许一个都不能得逞。但是，他们的演示思路以及思维空间，远超我们固有的思维习惯。仅此一点，就让我江安民佩服。好了，我就说这么多。下面是你们集团军御风营、飓风营的命令大会，我就不越俎代庖了。谢谢同志们。根据陆军及战区的统一部署，我宣布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8集团军命令，起立。自即日起，授予396旅合成一营代号御风营，营长由郭子健同志担任。大家都知道，前一段时间我们搞的这个心智作战力量擂台赛，动静很大呀，连总部的特战队都招来了。有人说，擂台打完了，擂主也选出来了，给个说法吧。集团军研究之后，决定给一个说法。本来擂主就是396旅合成2营的单位，所以我们决定授予396旅合成2营一个代号，叫飓风营。现在我宣布，营长由姜胜强同志担任。同志们都看到了，咱们合成1营、2营的代号，中间都带个“风”字，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他们是乘着中国军队改革发展的东风，携着中国陆军战无不胜的雄风，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，曾经涌现过红色尖刀连、硬骨头6连这些优秀基层单位。首长给你们起了这2个响亮的名字，就是希望你们成为前进路上新的标杆。同志们，大风起兮，祝我们的御风营、飓风营旗开得胜，风生水起。梁参谋，
怎么啊？郭营长眼里只能看到梁参谋啊？不用解释，我懂。你们先聊，我撤了。你不要理他。梁参谋，答应你的我已经做到了，你是不是也得履行你的承诺3天前，研究所已经同意延长借调时间了，因为我知道御风营营长非你莫属。那合作愉快。郭营长，合作愉快。子健，这几年中国陆军合成之路捷报频传，你我有目共睹。我肩上的压力大，你身上的责任一样大。我们一定要挺起来，立得住。这也是首长机关给咱们战区所有的合成营打的样。您放心，我们一营一定把这个样打好。哎，一般开门红之后就是当头一棒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们御风营迎来的这一棒会拍在你们哪里啊？我觉得可能处处都会挨棒。别老给我叫苦啊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经集团军党委研究并报请陆军批准，许令军同志会担任396旅的旅长，命令很快就会下达。那太好了，许处长对新制力量的理解很有见地，今后我们的工作推进起来也顺畅多了。对啊，而且你们俩不陌生，以后在工作中有什么问题，多沟通多交流。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我一定努力。你都已经坐了3个小时了。没事儿，我就想安静一会儿。这支钢笔是小军爷爷留给你的那支吧？我让他老人家失望了。老索，就算没当上这个旅长，你都已经尽力了。我觉得，小军爷爷在天之灵也应该瞑目了。可能是前一段时间集训队太累了，晚上睡不着，就想在这儿休息休息。我没事。我听说，上面准备把你调到其他地方去任职。有可能。老索，当不当这个旅长，真的不重要。我知道。小军爷爷不也说过吗？当旅长，他就是个目标，不是目的。爸爸说过这样的话，我记得很清楚。放心吧，日芳，我知道怎么面对，你不用担心啊。明儿还得上班呢，早点歇着吧。行，那你也早点睡。别忘了喝水。好。我先去睡了。
爸爸。这么晚了不睡觉，有事吗？爸，您别难过，您永远是我心里最厉害的老爸。就算您没当上旅长，将来您一定是旅长的老爸。我觉得啊，我将来一定是个将军的老爸。一定。好小子，有志气，加油！你也加油。哎呀，这两天看资料，我眼睛都快看瞎了。各个部队、院校的尖子都削尖了脑袋想往咱们这钻。哎，先看看这个陆军工程大学大数据工程硕士，还有这个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作战环境工程硕士，跟咱们御风营都是对口的。还有这个国防科技大学信息对抗技术研究生，反正我告诉你，这里面全是藏龙卧虎，你自己慢慢挑啊。我还以为我是后浪，这一看，连我都要拍死在沙滩上。我已经被拍死在沙滩上了。的装备不好好研究，能整明白吗？那还用学吗？摸两把就会了。回头我教你，来吧。玩你球得了，别打扰我啊！我听说营长过几天要裁掉几个连，不会有咱们？也不是全裁，但人员精简是必须的。那叫吐故纳新。我听说啊，各处报名的高手如云，光简历啊都把咱们营长的办公室堆满了。这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你说会不会影响到咱们？这进了御风营啊，就像考了重点高中，一只脚迈入清华北大了，这谁不想去啊？哎呀，我可考不上清华北大呀。连长谦虚了啊，您还用考吗？保送。就是连长，一块打会儿吧。就是来吧，连长。来啊，连长，来。关于人员编制的名单，总体上我没有大的意见，我只提一点。您请指示。你想沿用一营的老队伍，这一点我能理解，毕竟大家在一起已经磨合了这么长时间了。但是御风营不是一营，我们既要纳新，也要吐故，明白吗？对于一些年龄偏大、学历不高、能力有限的，该淘汰咱们还得淘汰。不好意思，索夫旅长，我没听明白您说的是谁。我倒不是具体针对哪一个人，我只是说这种现象。我希望以后啊，咱们御风营的人，所有官兵，都仰仗自己的个人能力，而不是责立御风营
以后不能养兵油子。我这越听越不明白了。别说是御风营，就是以前的一营，也没有兵油子啊。怎么没有啊？李松伟之前还跟别的连长打过架呢，劣迹斑斑呐。而且现在，他手底下的见习排长，有的都有硕士学位，你说他能服众吗？索副旅长，我向您保证，李松伟绝对不是兵油子。而且打架那事不是都说清楚了吗？一连作为一营的尖刀连，李松伟作为连长是功不可没的。而且他一直非常努力的在提升自己。我没有说他不努力，但是要进御风营，努力是不够的。李松伟的上限，我能想得到，我能看得到。他在老一营当个连长没问题，合格的，称职的。但你现在一营变成御风营了，那么一连是不是也应该相应的升级改造啊？在新的标准的情况下，他就有差距了，他的能力就不够了。当然了，我重申一下，我不是针对李松伟本人，我只是说这个事情，这个现象。明白，您说的有道理。对于一些理论基础薄弱的同志，后期我们也会有相应的培训课程，尽快帮助提高。您看这样行吗？你把我御风营当成培训班了，郭子健同志，我问你，谁能保证战争明天不会爆发？啊，你到那个时候临时培训上阵，来得及吗？这种情况就说明他没有资格进入御风营啊！我还告诉你，不光是御风营，将来飓风营，我同样的要求。我知道你们私下感情很好，关系很密切，但是部队建设上不能感情用事啊！我没有感情用事，也希望索副旅长不要因为自己的个人成见而影响判断。什么个人成见？我对谁有个人成见？我是对御风营负责。对不起，首长，我说错话了，向您道歉。既然御风营把选拔人才的权利交给我，希望首长们能够认真考虑我的意见，相信我的判断。哎，不是你怎么那么就不经夸呀？我刚夸完你几天，说你稳重成熟了，那懂得控制自己情绪，你今天又闹哪一出啊？是我想跟他闹吗？他既然说李松伟是兵油子，李松伟当初打架也是因为我把他调去当营参谋，负责监督大家，不就因为没按他说的给人处分吗？他到现在还记这个事儿。你说这话就有毛病，就不客观。我怎么不客观了？我承认，索副旅长说这话确实是有点重了。但是你真觉得人说这话一丁点道理都没有吗？郭子健，我和李松伟认识10几年了，我们俩认识的时间比你长，感情比你更深，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有这资格说这公道话。御风营连长的职务就这么几个，可以说是万里挑一，一丁点都不为过。你真觉得李松伟是我们现有人选中最拔尖的那一个吗？我不跟你聊这些，你就想想，李松伟为一营的建设付出了多少？一营有什么难事他都冲在第一个，包括这次集训队，把他调来保障队给我打下手，人也毫无怨言啊。现在御风营成立了，你让我把他踢出去，我还是人吗？你让李松伟怎么想？让全营官兵怎么看？你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做？我知道，你重感情，重情义。可是我也想问问你，郭子健，如果有一天
我们上了战场，我们的敌人会跟我们讲感情、讲情谊吗？我不想说这些，说多了，我自己心里面也难受。御风营是集团军，作为改革的试点，改革就意味着推陈出新，优胜劣汰。我们是军人，军人这2个字意味着就是牺牲，各种各样形式的牺牲，在我心里面，我都觉得是最光荣的。我也想好好问问你，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一个人比你郭子健更适合御风营营长这个职，你会怎么办？李松伟，你吃错药了吧？退出御风营，你又哪根筋搭错了？营长，我这个岁数，如果连个主官都干不了，那干了还有什么劲呢？可要真说争这个主官，说实话，我有心无力。前些天你跟江司令员他们演练的那些科目，我一个都插不上手。别说插手，有时候就是看都费劲。没关系，不懂就问，不懂就学。学还学不会吗？我给你时间。这些天我也听到了一些消息，那多少人削尖了脑袋都挤不进来，人家那学历个顶个的高，外语说的嘎嘎溜。那这文凭只是其中一部分，也不能光看这个呀。可是营长，你别忘了，你现在组建的是全军头一支新制作战营，这标准跟以前的不一样了。你不要跟我说这些，这5根手指头还要长短呢，人也一样。你虽然学历不高，可这10几年的经验，是一张文凭能比得了吗？可是人家那些兵不光有学历，经验也不比我少，那才是你需要的兵。如果因为我让这个营的成色减了质量，你过不去，我更过不去。我可不当这个国当兵。可现在一营变成了御风营了，你往哪儿退？难不成你要转业？李宗伟，你疯了吧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我不同意，坚决不同意！营长，停了，什么都不用说了，出去。行，你不走是吧？我走。我不同意。营长，教导人给女兵们专门划分了营房的位置，我刚才去看过了，都安排得很妥当。还有那个御风营成立大会的事情，也基本安排得差不多了。你觉得我是个合格的营长吗？是。我觉得不是。
你为什么会自我怀疑呢？你身上具备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有的所有素质，而且这个素质是经过首长们考验的。是因为李松伟吗？我知道李松伟不是一营步兵连长的最佳人选，可是让他走，做不到。对于这个事情，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可以给你，因为取和舍本来就是很难的。但是我可以确定一点，无论你做任何决定，大家都会相信你，支持你。我也一样。那我走了。营长，你对我的照顾，我都明白。可我不能当拖大家后腿的人呐。你可从来没拖过大家后腿。有你这话就够了。我不是小孩，也没赌气。这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。即便不参加御风营，我们还可以想办法把你调到别的单位。你之前不还想去机关当参谋吗？我可以找旅长商量，没必要非要转业嘛。你也说那是以前。说真的，以前我想的最多的就是怎么能升职，怎么能尽快的把老婆孩子都带过来。可现在不这么想了。我想清楚了，与其在部队这么不疼不痒的待着，还不如早点回家，趁着年龄还不算大，还能重新开始。你等再过2年，岁数又大了，啥都耽误了。可你真的舍得脱下这身军装吗？舍不得，不过也是时候了。我可不能当军改的绊脚石啊！哎呦，营长，你就抱上去吧。嘿，营长，这磨磨唧唧可不是你风格啊！我李松伟也不是磨叽人，那做事绝不拖泥带水。你看是不是这么个事儿？这马上就要到转业干部的报批时间了。你这报告一批，我回家立马就能考试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放心，我就算是回到地方，那也照样能干出个样来，绝不给咱军人丢脸。还是那句话，必须的嘛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但我有一个要求，你说。成立御风营有你的一份功劳，你必须要参加完
御风营创立大会才能走。营长，谢谢。